入关以后，清朝鲜关系的变化，学习者可以分析清朝对朝鲜政策发生变化的契机。学习者可以说明朝鲜对清朝认识发生变化的背景。学习者可以将清朝和朝鲜的关系与明朝和朝鲜的关系进行比较。清朝通过丙子之乱平定了朝鲜，最终与朝鲜建立了册封朝贡君臣的关系。由于是军事政府，丙子之乱后，清朝对朝鲜的政策非常强硬，朝鲜遭受了难以忍受的巨大痛苦。清朝和朝鲜之间的这种强压关系持续到了即时。如果清朝关系中的性格发生了变化，是什么事件导致了这种变化？入关后，清朝采取了缓和朝鲜对清朝的报复意识的政策。经过约100年的努力，朝鲜出现了向清朝学习的北学派等，对清朝认识发生了变化。正确。丙子呼兰后，清朝提出了朝鲜难以满足的非常强硬的要求。清朝的这种胁迫政策是基于怀疑朝鲜可再次与明朝建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1644年，清朝的入关成为缓和对清朝的强压政策的契机。清朝先把朝鲜使者送回了朝鲜，此外还多次采取措施减轻朝鲜的负担的岁币额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的差役、牵制和监视随着入关而被彻底消除。朝鲜孝宗登基后所推行的军备强化政策，名义上是害怕日本的侵略，内部上实际目的是报仇清朝的北伐论。清朝内部以南方地区为中心，反清运动依然强劲，甚至出现了与联合日本的行动。所以备沃论分明是有说服力的名分，但是清朝对朝鲜的备沃论的名分并没有放慢差役、签字和监视的态度。另一方面，即使在丙子呼乱参败之后，对明义理和对清复仇的情绪在朝鲜的朝野中也很普遍，并逐渐成为理念。根据孝宗北伐论，也可以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进行推广。期间，在清朝、南明政权、台湾正式势力和三藩之乱等反清运动发生了，这让朝鲜王朝没有对明朝的复辟失去希望，但是肃宗并没有接受北伐的建议，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
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北伐，而1681年三藩之乱被镇压，1683年连台湾正式势力都被清朝征服，朝鲜不得不放弃最后的期望。之后，康熙帝的成功统治也是朝鲜不得不承认现实的一个因素。朝鲜面临着一个限制性的局面，他不得不承认向清军复仇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丙子之乱后，至少在形式上，朝鲜仍然忠实于朝贡仪式和作为朝贡国家的义务。从清朝的角度来看，至少在形式上，朝鲜是最典型的朝贡国。两国之间的朝贡往来与明朝两国之间的往来一样稳定。只要清朝完全征服了曾经由明朝统治的汉地，并继续保障稳定的统治，清朝对朝鲜的看管或怀疑的需要就降低了。而且刚平定台湾之后，康熙帝就一直专注于西北中国，而不再有任何理由与需要监视或遏制朝鲜这个东方最模范的朝贡国。1706年10月，康熙帝高度赞扬朝鲜努力保持对明朝的忠诚。在丙子之乱中，皇太极保存朝鲜社稷，与明朝在仁川倭乱中协助朝鲜的再造之恩等同看待。在这里，我们可以管见康熙帝有意将清朝与明朝起平坐。康熙帝试图在心理学的伦理道德方面将清朝描绘为中国，朝鲜已成为让清朝变成为中国。丙子之乱事件标志着清朝夺取东亚国际秩序霸权进程的完成。清朝成功入关后，清朝逐渐开始追求明朝典型的册封朝贡关系，相应的以前的强制政策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从而减轻了朝鲜的负担。然而，在清朝反清运动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明义理和对清复仇意识在朝鲜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清政府在放松强制政策的同时，对朝鲜的北伐论动向做出果断严厉的回应。然而，当清朝稳定了对中国的统治，呈现出繁荣的一面，清朝与朝鲜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朝正在通过朝鲜进行标准的朝贡仪式，正确立自己取代明朝的中华的效果。不少的知识分子见证过繁荣的清朝社会在朝鲜开始出现了新的学术氛围，例如
北学派主张应该学习清朝的先进文化和学问。